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导演陈奕先，我比过亚洲方程式，然后我们刚完成了一部赛车电影《自杀国度》。觉得，当然这2天的课啊，我觉得最大的震撼是，我觉得原来我之前骑摩托车啊，从国中开始骑吧，就是开始算起来骑了快20几年了，原来都是在乱骑。而且原来之前骑的一塌糊涂，原来是有原因的，因为根本没有一个对的概念，然后原来都在乱骑。然后比如说这一次，我昨天才知道什么叫逆操作，然后在赛道上，原来这样子真的可以帮助你做更多骑道的，因为我都看了太多 MotoGP， 然后都想说，那我就要这样子骑着这样骑着，可是你不知道原理是什么。那我觉得一样一步一步，你知道原理之后，你就是原来这么做是有原因的。那我觉得你有一个开端之后，等于是你之后的每一天，甚至你看别人比赛或骑车，你都在进步，因为你会把这些东西知道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之前比卡丁车跟那个 Formula 都是统一规格的。那比赛是所有的硬体啊，全部都要一样。那甚至我们那个 ECU 啊，那个电脑是全部打散抽签，然后再装上去，所以没有得作弊的。那比的是什么？比的是人。那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当然如果你自己骑车，自己开房车赛，你可以花很多钱去改你的车。可是为什么你不花一点点钱把你自己提升了？我觉得人是车上最重要的一个零件。然后就像是一个大脑，那你花了很多力气把车子改到完美，可是要不要你就换一个更强的 CPU， 那它可以控制得更好，不是更棒吗 ？OK， 好，我先聊一下我自己感受到的台湾的环境，不管是2轮或4轮，那我觉得所有人都是靠着感觉在骑车的。我觉得这样很快，太快，我觉得这个姿势好像很帅，我觉得这个姿势好像可以再低，我可以磨到膝盖，有的时候我可以磨到手。那都不重要，重要是你在那你可以摸到手肘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摸到腿底啊？你可以摸到手肘。那重点应该是说，每一个步骤有它的原因嘛。那而且重点是它有它的先后顺序。一开始你就会把磨手肘当目标的话，你永远不会进步，因为你就想要怎么磨手肘，你用很奇怪的姿势去磨。那可是应该是一步 step by step， 就先把比如在这2天我学到真的是一步一步的把最基础的东西做好，然后再一步这样子。那我觉得跟我们调那个赛车有点像，就是比如我们真的在赛车比赛前在调赛车的时候，我们一次只会调一个东西，调好之后下去试车，知道那个好，那再调下一样。你不会一次给你3、4样东西来下，你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做错了，哪个地方是有问题。那我觉得人也是一样啊，所以你应该是一次知道一个东西，你去调整这个东西好了，这个东西做好了，再往下一步。如果做不好，就知道我在这个部分做了问题，你可能比其他环节可以做得更好。那可是这个东西你要先去解决，然后一个基础这样盖，就像盖大楼一样，一个基础盖起来就可以到达。你不一定可以到最高的地方，可至少你不会中间有一段是空的，然后很快就塌掉。我觉得当然最基本的是说。演员可以把如果我们让演员来这样的赛车学校训练的话，我觉得最重点是他可以把动作都做对，可是我觉得比这个都更重要的事情是说，我觉得观念啊、动作、眼神什么，那个都是其次。我觉得心态上他会知道说，原来赛车不是耍帅的，它是一个比较像是反省内心的一个过程。那在跟教练沟通的时候，教练都一直跟我说，你必须要很诚实告诉我你感受到什么东西，你能够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那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喜欢摩托车、喜欢跑车，什么是因为我们想要耍帅。那可是如果从头到尾就想要怎么样是比较帅的时候，你永远都不会进步，你永远没办法变成很 safe 或是qualified 的车手。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后面的原理是什么。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就让演员建立一个完全对的心态之后，他就不会把耍帅看起来当做优先。可是我觉得真的帅是从内而外，你把每个动作都做对了，专注的做好对，那就很帅。可如果你要假装好像很专注，可你不是真的专注的话，我觉得那会骗人的，你不会觉得那个是真的帅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其实因为这2天我发现摩托车跟赛车是一样，就是
很多演员会以为说我把动作做到很大，哎呀，那种就好像很帅。可是其实真的，比如真的在开车的时候，那个方向盘只动一点点的。然后我觉得摩托车也是啊，就不是说你做了很大的动作就很帅，是你怎么很精准的那个动作很精准，我觉得那才是真的帅气。其实我们有一个计划，我们想要重拍90年代很经典的摩托车的电影啊。那这个是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叱咤风云》的第2季，可是在我心里面其实有一个计划是，我们想要拍摩托车的，就是摩托车题材的电影。然后在90年代有很多很经典的摩托车电影，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代的观感。我觉得好像很久也没有摩托车的电影，我们好像我们想要再重拍。那因为我觉得摩托车啊跟汽车比起来，它更接近危险跟死亡。那我觉得在那个当下，那个故事会更有张力。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团队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他们也非常非常的专业。那我觉得这个课程啊，真的是一个物超所值的课程，因为你要想想，就所有的澳洲专业的团队，他们从飞过来，然后很耐心的教导你，然后一个教练只带3个学员，而且他是每一天在赛道上陪你，然后下来马上跟你讨论，然后你在上课的时候马上再把你手上退跳技巧在赛道上反复的这样讨论，我觉得那种进步你会非常快。那虽然课程只有短暂2天，可是感觉你是一整年的那个学习的量都在这里面，而且在这之后，你融会贯通的时候，你可以你每次骑车什么，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想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推进。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课程。谢谢导演，不会，好，谢谢，酷，加州赛车学院见。